嘿，大家好，我是 Sunlex， 我回来了。最近第二学期开始了，依然还是忙得不可开交，但在这半年的生活中，我改变了很多，所以这次想用说故事的方式，和你们分享我在去年9月和朋友去的爱丁堡之旅。那天一大早的，就准备出门前往国王十字车站，距离宿舍大概15分钟的路程。但旅途的兴奋感盖掉了行走的疲惫。买了杯拿铁，开启一天的行程。Black Sheep 的咖啡真的非常好喝。走出店，发现外面竟然有面包摊，蛮奇特的。国王十字车站大概是伦敦最有名的车站吧，里头有10个月台，第1到第8月台在同一侧，9和10在另一侧。那9又3/4呢？原来已经被移到官方商店旁外当作宣传了。商店里主要是一些周边娃娃和4大学院的毛衣围巾。我买了几张明信片，打算寄给台湾的朋友。还是我应该来办抽奖？哈利波特大概是所有英国人的信仰。听说全世界2/3的人都听过、看过、知道过哈利波特。你是那1/3吗？在英国搭火车有一个铁律，就是火车到站前，你不会知道自己在哪一个月台，所以你会看到所有人都站在大荧幕前面，等待火车进站。你可以一直站在那里等，或是去旁边的公共钢琴欣赏音乐。我知道最近钢琴世界蛮红的。好了，我们的火车到了，旅途也即将出发了。其实出发前我没有考虑过搭飞机去爱丁堡，但是我更偏好搭火车，因为能欣赏路途的风景。这是我更想从旅途中获得的经验。带了一本哈利波特续集小说，没有错，我打算借由来回火车的时间刻完诅咒的孩子。我也确实刻掉了。路途上，我看着窗外的草原，黑色的牛群，还有海。我感受到大自然的力量，也感受到了自由的快乐。爱丁堡是苏格兰的首都，气温很低，大概介于0到5度。即使大太阳的夏天，依然能感受到冷空气的吹拂。一出车站就能看到高大耸立的哥德式建筑，还有坐落在死火山上的中世纪城堡。是一座充满历史、文化和美景的城市。先到了饭店 check in， 房间很干净，重点是还有浴缸，超级加分。放完行李后，发现外面下起了不知道是雪还是雨的东西，总之很特别。搭当地的公车去下一个景点。对了，这里有一个小插曲，我竟然拿 Oyster Card 去比卡。难怪第一次刷不过。下了公车，走了一段路，到了河里路德宫。我们太晚去了，4点半就打烊了，所以只好在外面打卡，拍拍皇家底宅的样子。这座宫殿旁有一家纪念品店，里头贩卖着各式各样的皇家纪念品，十分高级，奢华感拉满。想着下一个行程要去哪，看到了耸立在旁的山丘，还有许多想登顶的游客，所以我们突然一个脑冲，决定前往那座山峰。先别吐槽，我们又好好规划行程，只是仗着好天气的理由，我们放弃去其他景点，打算今天就一览爱丁堡的美景。风非常大，用手机录影都会听到风声。沿途的风景是金黄色的芒草，若正值夕阳，应该可以感受到吉卜力电影里金黄色的山丘吧。你看，那就是爱丁堡的市景，实在是太美了。下山后已经没有体力前往卡尔顿山了，实在非常可惜。周杰伦明明就的 MV 就是在那里拍的，但除此之外，7点半差不多也要下山了。我和2位朋友肚子都快饿扁了。我们走到旧城的 Royal Mile，
顿时感受到浓烈的苏格兰气息。找了一家蛮有名的 Haggis 汉堡店。Haggis 是一道苏格兰传统美食，中文翻作肉馅羊肚，味道不会有羊骚味，口感也很软嫩多汁。有个小孩就拿了一个娃娃，然后他就看了一下价钱，他就跟他妈妈说 Mom, this is 5， 然后他就拿了2个娃娃，然后这边打来打去，他就说5 plus 5 is 10， 然后他妈妈很好笑，他妈妈就说 0。 吃饱后走到了非常有名的一条街，据说是哈利波特歇脚巷的原型，五彩缤纷的街道搭配黑灰色的石阶，仿佛置身在魔法世界中。好啦，接下来才是我们的晚餐啦。在爱丁堡必吃的第2道料理就是牧羊人派，这个历史超过数百年的经典家庭菜肴，朴实却又丰富的滋味，配上 Old Fashioned Whisky， 暖心又浓味。第一天就这样美好的度过了，晚安，早安，又是一个美好的早晨。街头艺人很早就开始工作了，风笛配上苏格兰裙，带你走进这座城市的迷人之处。爱丁堡有着许多伟人雕像，一只看不见的手是谁讲的？到随便一家咖啡厅吃点早餐，因为怕摄取太少蔬菜晚上会便秘，只好买点水果补充纤维。你看，又是一位敬业的表演者。圣吉尔斯大教堂是爱丁堡最古老、最具代表性的教堂之一。从哥德式的尖顶到色彩缤纷的玻璃彩绘，每一个细节都充满着艺术和宗教的精髓，展现了庄重、高贵且优雅的气息，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。虽然不了解每一扇玻璃窗的背后故事，但是看着里头的每一个人物栩栩如生，仿佛可以将你拉入历史。教堂一侧也有许愿蜡烛，我把愿望都留在那里了，去找吧，海贼们。这是我第一次去国外的教堂，没想到自己对教堂建筑这么着迷。你看，不觉得超美吗？真的好美。接着前往爱丁堡城堡，满心期待地前往着，然后就失望了。建议想去参观的游客记得预约门票啊，不然会像我一样希望落空。来到了一家昨天预约的苏格兰餐厅，店里很有家庭气氛，小巧却暖心。Always 是我在爱丁堡最喜欢的餐厅。点了一道 Penrose Hake， 口感鲜嫩，入口即化，以及点心 Sticky Toffee Pudding。听好了，不是 Stinky Tofu。吃饱后就到附近小店逛街，买了顶毛帽当做旅游纪念品。路上看到鲜红色的咖啡厅，那是 J.K. Rowling 常光顾的店。听说他曾经在那想到很重要的剧情，但因为没有稿纸，所以只能把剧情写在纸巾上。只可惜这家店暂时停业了。下一站，苏格兰国家博物馆。这座博物馆的建筑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，从古典风格的外观到现代的内部布局，每一个角落都散发着独特的氛围。象牙白的拱形屋顶，就像在花园里一般。苏格兰国家博物馆拥有丰富多样的收藏品，涵盖了历史、艺术、科学和文化的各个范畴。博物馆不仅仅是陈列展品的场所，还是一个让游客参与的空间，互动展览、教育活动以及与古老文物的互动，使游客能够更深入地了解苏格兰的历史和文化。对，我用 ChatGPT 才讲得出这些话。有吧？这看起来就是画啊。这是画吗？这不是画。在博物馆的天台上，美景化作画，伴随着我们
实在是太幸福了。去到苏格兰一定要喝的就是威士忌，这里的体验馆 CP 值很高，会有人向你解说不同的威士忌生产区域，每个地区都有独特的风格和特点，重点是你都能试喝到。Islay、Campbelltown、Speyside、Lowland and Highland， 从岛上的烟熏味到高地的深邃香气，让你一次就爱上苏格兰威士忌。拜托，找我代言。我的最爱是 Speyside， 最后解说员会教你苏格兰语的干杯 Slàinte， 意思是身体健康。喝完酒后，我整个人精神焕发，鲁夫开2档 ，Asian 超级 flush， 走在路上整个人超开心，所以喝完酒就要去 shopping。对了，旁边是刚喝酒认识的台湾人，赞。到了一家餐酒馆，在爱丁堡必吃的第3道料理就是苏格兰猪血糕 Black Pudding， 上面那层是非常罪恶的 Goat Cheese， 搭配松软的 Pudding， 真的很好吃。好吃到隔天我朋友坚持要找有卖 Black Pudding 的餐厅，就是这么好吃。最后来个汉堡。早安，今天没有什么特别的行程，只想去爱丁堡大学看一看，但在路上刚好经过了小鹰博物馆，所以就想走进去一探究竟。后来发现要钱，所以就只能在外面当个拍照仔。接着出发去爱丁堡大学，其实就在对街不远处。爱丁堡大学蛮漂亮的，里面很像魁地奇的比赛场地，感觉躺在草地上就可以像这位小弟弟一样无忧无虑的放空，好舒服。肚子饿了，跑去吃中餐。去爱丁堡推荐的第4道料理，苏格兰炸蛋。它，就是蛋，没什么新奇的，但我就是死观光客，还是品尝了一下。吃饱后，在旧城区走了一阵子，拍了一些街景，试着好好记下每一个美好的瞬间。坐落在火山上的城堡，列列轻轨在旧城中穿梭，被煤熏黑的建筑，风笛和群。下个总结吧，真是一趟完美的旅行。再次看着火车时刻表，然后回家。旅途好像就是这么简单，搭上交通工具，出发，吃吃美食，欣赏风景，最后留念着舍不得，期待下一趟旅行。我是 Sunlex， 感谢你看到最后，真的感谢。